拜登政府就任以来，虽然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对华政策，但对华强硬的姿态显现。美国两党参议员当地时间周三就恢复一项立法，以对抗所谓中国对美国企业审查与威胁的做法。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还扬言将制定一系列措施来对抗中国崛起。这些举动将如何影响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走向，备受关注。而拜登本人也在不断践行其加强联盟对抗中国的理念。当地时间周二，他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上任后的首次双边会晤，也频提中国话题。会晤采用视频形式进行，拜登与特鲁多讨论了两国共同目标，包括对抗新冠疫情、加强经济合作、应对气候危机、扩大军事合作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刚开口发言就迫不及待地惦记上了中国，把美加关系说成美中关系。So thank you again, Mr. Prime Minister, for your partnership and your enduring commitment to the U.S.-China U.S.-Canadian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China,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a very productive discussion. 视频会谈结束后，拜登对记者称，双方探讨了应对全球挑战的共同方法，这包括协调我们的方法，以便更好地与中国竞争，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实际上，自竞选以来，拜登就秉持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理念。上任后，拜登近期更通过一系列多边场合，不断对盟友强化这一信息。上周五，拜登分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和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除了告诉盟友美国回来了，要修复受损的美欧关系，重新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还呼吁盟友共同对抗中国。不过，面对拜登的制华呼吁，欧盟方面反应冷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慕安会演讲时表示，欧洲应脱离美国，寻求战略自治，欧洲不能再过度依赖美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德国和美国的利益不会总是一致的。之后，他在G7峰会上又表示，为了重建世界经济体系，7国集团希望加强与20国集团的合作，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观察指，拜登此次与特鲁多的会晤，高调对外传递两国将协调一致，共同应对中国挑战，在美欧关系貌合神离背景下，抱团取暖的意味十分浓厚。如果美国把这种所谓的这个多边的这种外交变成了拉帮结伙，由单挑改成打群架，我认为它仍然是一种变相的单边主义的这种行为。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周三召开会议，应对中国成为重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周二就预告，他已指示议员们制定一系列措施对抗中国崛起，并利用国会两党对华强硬立场的氛围来强化美国科技行业，打击所谓不公平竞争。具体来说，将起草一份新议案，寻求1000亿美元资金来刺激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作为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参议员们还考虑提供紧急资金，以实施包括去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半导体项目。舒默还计划对美国的制造业供应链进行投资，并打算在今年春天之前在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舒默声称，目前半导体制造业是我们国家经济和安全领域里一个危险的软肋，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不能依赖外国加工商，我们不能让中国在芯片生产方面超过我们，我们要在竞争中击败中国，并为美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援引专家指出，当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份额下降的同时，中国的份额正在增长。目前两国的份额大致相当，均在12%左右。观察指，美国政府频频对尖端产业出手的背后，是对中国崛起的不安。针对美方频繁找机会在科技等领域打压中国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此前曾表示，将科技政治化的做法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形象和信誉。意图呢，就是要保证美国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这个科技。等一系列的这个前沿科技领域，维持美国的这种主导地位、优势地位。所以，美国追求科技霸权的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的，不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
操弄所谓中国不公平竞争的还有美国财政部。周二在参议院财务委员会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美财政部副财长提名人阿德耶默除了鼓吹中国是我们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还妄称在中国不愿意在公平竞争环境中竞争的领域，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他们在国际体系中遵守规则。他补充称，与其他国家一起采取这样的行动，能更好地向中国表明，当他们违反规则时会被孤立。阿德耶默还声称，如果他的提名得到确认，将执行财长耶伦的指示，从上到下对美国的制裁政策进行审查评估。今年1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曾称，要对中国实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包括中国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绝不能允许中国违反美国的制裁。耶伦还放言，华盛顿将与盟友更密切的合作，解决中国的不当行为。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正在对一系列中国项目进行审查的背景，是在野的共和党鹰派加大对其施压，要求他延续前总统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而拜登本人除了表示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外，还提到将实行更为平衡的多边性政策。我们要注意，拜登政府强调的是重返谈判桌，要做谈判桌旁的主人、领导者。也就是他不是说不要美国霸权了，而是要美国的制度霸权，要美国的机构霸权。也就是说，美国重返了要作为这个领导者。所谓的这个更加平衡的多边外交，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待世界的这个态度更加平衡了，或者更加客观了。针对中美下一阶段双边经贸关系，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周三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的贸易表现低迷，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却是在困境中逆势上行。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双边贸易投资合作为各自经济恢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充分说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积极推动的力量，为双方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下阶段吧，我也期待着我们与美国的同事共同努力，按照两国元首的通话精神，加强沟通，增进了解，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重回合作的轨道。实际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兰厅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就曾表示，当前形势下，中美双方可由易到难，积极互动，积累善意。王毅还敦促美国做到3个放弃。我们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放弃对中国产品征收不合理关税，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实施各种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为两国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条件。特朗普对华进行关税战，实际上不仅没有达成他的既定政策目标，比方说推动制造业回流，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再比方说，去年的总体的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是不降反升，实际上达到了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最高点。用这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竞选时的话说，是明确的可以说是失败的一个政策。他调整这个对华加征关税的政策，应当是一个迟早的事。